一条突发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刷屏，王鹤棣与宋祖儿将共同主演民国题材电影《H.H.》。这部影片由以敢拍、敢说、敢争议著称的制片人宁萌操刀制作，而王鹤棣饰演的阿池与宋祖儿饰演的阿芝将共同书写一段乱世中的深情与抗争。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则本应引发热烈期待的官宣，却成为众矢之的的导火索，迅速激起巨大争议。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特殊的时代之一，既有破碎旧制的进步，也有外敌入侵的屈辱。任何影视创作只要涉及这一时期，便极易触动历史伤痕与民族情绪。H.H. 作为一部融合爱情、谍战、民族主义与家国情怀的剧情片，在未上映前就因立场模糊而备受质疑。H.H. 的故事围绕一对青梅竹马展开，背景设定在1930年代的上海。男主阿池是名表面风流，实则潜伏在敌营的地下党成员，女主阿芝是报馆女记者，为揭露真相四处奔波。两人因一场误会分道扬镳，却因共同目标再度携手。然而，剧本中似乎对历史事件处理含糊，被部分观众批评为淡化侵略、浪漫化敌人形象。王鹤棣近年来凭借《苍兰诀》以爱为营等剧迅速走红，逐渐摆脱流量偶像标签。然而，此次他接演 H.H. 却被部分粉丝认为是毁形象、踩雷区。在官宣不到24小时内，井号王鹤棣拒演 H.H. 井号话题登上热搜前列，粉丝集体留言抗议，甚至发起联署，要求其退出剧组。王鹤棣的粉丝群体以年轻女性居多，他们极度在意偶像的公关形象与国民好感度。他们认为接演此类历史立场争议的角色会让偶像陷入口碑泥潭，甚至影响商业代言。一位粉丝在超话留言道：“代代才刚从流量转型，现在却掉进这种雷区，真是让人心疼。”自宋祖儿卷入逃税风波后，形象一落千丈。而 H.H. 正是他复出的第一部主演作品，网友纷纷质疑，为何偏偏是他搭档王鹤棣？是否借机洗白？是否有资本干预？这一角色安排无疑为影片增加更多争议。宁萌是娱乐圈出名的话题制造机，从《梦华录》到《东宫》，他善于打造流量作品，但他也多次被指过度营销与模糊历史认知。这次他再次将火力聚焦在争议民国爱情，无疑踩在了敏感神经上，也将王鹤棣、宋祖儿推入舆论风暴中心。面对粉丝抗议与外界质疑，王鹤棣选择了沉默。他未在社交媒体发布任何回应，仅在一次品牌活动中略显疲惫地表示，演员本职是演戏，其他的交给作品说话。这句模糊表态既未肯定也未否认，引发更多猜测，他是否也在动摇？是否会退出剧组？尽管争议不断， H.H. 剧组并未暂停拍摄，反而在上海车墩影视城高调搭景，开机仪式如期举行。消息称，出品方早已签下合同，如今若终止将面临高额赔偿。这是否意味着演员即使有顾虑也难以反悔？舆论场中，网友意见严重分裂。一派支持粉丝立场，认为演员应对历史敏感题材谨慎对待；另一派则主张文艺创作自由，认为不能用历史原教旨主义去限制艺术表达。争论愈演愈烈， H.H. 未映先火，已成全民话题。一部影视剧能否兼顾历史责任与艺术表达？这是 H.H. 引发的根本性问题。它让人不得不反思，在流量为王的娱乐工业中，创作是否应以政治正确为底线？而演员接戏是否该背负起更多社会责任？在经历偶像转型演员的关键期，王鹤棣显然正在尝试各种角色挑战。从仙侠男主到现代律政剧，他已出现成熟演技。然而 H.H. 若处理不当，很可能拖垮他的转型之路。粉丝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比起王鹤棣，宋祖儿在此剧中的角色压力更大。一旦口碑翻车，他的复出计划将功亏一篑。若影片大热，
他极可能一句翻身。H.E.H. 对他而言是赌博也是机会，但公众是否准备好接纳他了？从目前公开的剧照与设定图来看， H.E.H. 追求典型民国美学，旗袍、长衫、洋房、弄堂，视觉风格极具吸引力。王鹤棣留起小胡子，宋祖儿一改甜妹形象，变身冷艳记者。角色人设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背景处理与价值引导上。不少理性观众提出，一部电影不能仅凭剧本概述就下定论。也许 H.E.H. 在导演剪辑下会呈现不同风貌，也许结局会有强烈正义感体现。如今下定论是否过早？公众是否应给予创作空间？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对粉丝权利的讨论。在饭圈文化日益影响行业决策的当下，粉丝是否有权干涉偶像选角？而演员是否必须对粉丝交代？这是王鹤棣这代演员所面临的两难抉择。面对骂声四起，宁萌在一次幕后采访中回应，争议就是流量，流量就是市场。他坦言早已预料争议发酵，但坚信作品本身能自证清白。这番言论虽然自信，却也被批为唯利是图，不顾公益。但不可否认，宁萌确实再次成功制造了话题中心。一部影视作品从来不只是银幕上的故事，它是价值观的承载，是意识形态的传递，更是时代情绪的缩影。H.E.H. 的舆论风暴并不只是围绕王鹤棣与宋祖儿是否合适出演的问题，更深层地，它暴露出我们在面对争议性艺术创作时所处的集体焦虑和判断困境。当代观众越来越参与型，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质疑、审视和批判。他们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丽的爱情、激烈的冲突，而是角色身后是否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这就使得一部剧能否顺利播出，不再只是创作者的事，更是观众与时代情绪博弈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舆论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始终未解的问题：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到底该多真实，又该多正确？当创作者想加入某种浪漫化处理，或者设计多重立场时，是否就意味着对历史的不尊重？但如果一味安全创作，那艺术是否也将失去冲击力和反思力？以 H.E.H. 为例，剧本中确实存在一些模糊空间，比如没有明确标识敌我立场，过度美化某些角色行为等，这些都是可以被批评的创作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在观看之前就先声夺人？是否在剧作未完成、演员尚未演绎时，就彻底封杀他的表达权？而在粉丝文化愈发强势的当下，这种先入为主的审判更容易被情绪带偏。王鹤棣因其巨大的影响力而成为众矢之的，宋祖儿则因曾经的舆论负担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他们或许只是接受了一份剧本、一个角色，但却因此卷入了关于国家记忆与个人选择的深层讨论。所以，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保持清醒与理性，去等待作品真正播出，再根据内容、表达、价值观来评判，而不是因预期恐慌而拒绝一切可能性。艺术理应被允许探索边界，而观众也应学会辨别和吸收，而非封闭与拒绝。最后 H.E.H. 到底会讲出怎样的故事？王鹤棣与宋祖儿的演绎是否能够赋予角色灵魂？历史的重量是否能被影片恰当的呈现？这些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关注与讨论的焦点。只有当艺术创作在讨论中不断被推敲与完善，我们才能拥有更加成熟、开放的审美土壤。亮光闪烁，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也对 H.E.H. 的话题感兴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是支持王鹤棣接拍这部剧，还是反对他卷入这场争议？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思考的养料。图钉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获取更多娱乐圈第一手热点资讯。我们下期再见。